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发达店的频道，我是 Henry。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就来讲一讲 RON 啦。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发达店要在这里郑重的宣布，我们将会和 BW World 合作。这个公司呢，主要是做 trading 的，当然他们也有在 crypto 界里面其他的领域投资啊，比如说像 GameFi 啊，还有 DeFi， 不过他们主要还是靠 trading 来赚钱的啦。目前他们还正在建立着他们的 brand 啊，所以现在如果你们上网的话，是暂时还找不到关于他们的太多的信息哦。关于这次的合作呢，我们会在 Valadium 的 Discord 里面开一个付费的 Trade Call Signal Channel， 他们的其中一位 trader 也就是 Sharon 会时不时的在里面分享他对市场的解读，会做直播分享他的 technical analysis， 他的交易，然后还有教你们怎样做 trade 咯。我们呢过后也会做一个 giveaway， 我们会给出3个位置，想知道怎样得到的话可以进我们的 Discord 看看咯。所以就如各位所知啊，以后每个 transaction 呢都会需要用到 RON 了哦。不过官方呢是有附送20个免费的 transactions 给旧和新的 account 用了。比如说你开了新的 account， 你就会有20个免费的 transaction， 可是你用完了过后就没有了咯，你只能用 RON 来继续做你的 transaction， 除非你的 Ronin Wallet 里面有 assets 比如说你有 Axis 啊或者是 LAN， 那么你每天就会得到相对的数量的 free transactions 咯。那么过后用完了免费的 transaction 要怎么办呢？如果你是需要做很多 transactions， 那么你就需要用到 RON 哦。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得到 RON 的方式有哪一些。如果我们去 CoinMarketCap，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3个地方可以得到 RON， 分别是 Gate.io、Cardano 还有 Jubi。如果你想要用 Gate.io 的话，我有一个 referral link， 你可以得到 20% 的 commission rebate， 我会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如果你是用 Gate.io 的话呢，你就要先有 USDT 咯。你可以先去 Binance 买了 USDT， 然后再转到 Gate.io， 然后找 RON/USDT 买你想要买的数量哦。然后你就去 Spot Wallet 找 RON， 然后用 RON Network withdraw 到你的 Ronin Wallet 就可以了。我本身是没有用过 Jubi 啦，不过我猜那个流程应该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至于 Cardano 的话，新朋友想知道前面的步骤，可以看右上角这个影片。你把钱转进来了过后，你就去 Cardano Swap 把你的 currency 换成 RON 就可以了。除了这些方法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通过 Provide Liquidity。那么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 Provide Liquidity 有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 Impermanent Loss。 So Impermanent Loss 是什么呢？我大概谷歌了一下它的 definition 啊，它这里是讲把 cryptocurrency 放进流动性资金池，也就是 liquidity pool 里面的时候，你里面的那些代币，也就是 token 的价格，当你放进去的时候会产生变化，然后会造成一些损失啊。OK， 那么在我解释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我本身是不完全明白impermanent loss 后面的 formula 那些详细的 formula 啦，但是我是大概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啦。So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impermanent loss calculator 就是帮你算你会亏多少，如果你做 liquidity provider 的话。So 这里我们可以放2个token 的价钱。Provide Liquidity 呢，如果我们看 Ronin 的话，有3个 pairing， 一个是 AXS ETH， 一个是 SLP ETH， 还有一个是 RON ETH。 So 这里我们就用 SLP ETH 来做例子啊。So 假设 Token A 是 SLP， Token B 是 ETH， 那我拿今天 SLP 最高的价钱就是 0.04， 然后 Token B ETH 也就是今天最高价钱$3250。 OK， 然后我们猜想未来那个价钱会 crash 啊 ，OK， 假设啊，所以我就拿前几个星期那个 SLP crash 到最低是大概 0.009， 然后 ETH 跌到2170。OK， 放了这些价钱过后，你就可以看到 impermanent loss 这里你就亏了 13.16%， 然后 liquidity 通常你是要放平等，对等的 value， so
这里它假设是 SLP 500美金 ETH 500美金，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亏一个差不多550美金哦。如果你没有 provide liquidity， 你的 token 本身就会亏550美金 OK。 那么如果你有 provide liquidity 的话，你就会亏多少？1000减 387.6， 你就会亏一个610多美金，所以你会亏比没有 provide 更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你是 provide liquidity 嘛，你 provide liquidity， 你一定要 balance 两个 token 的 value， 所以当 SLP 跌到比 ETH 还要快的时候，就是说它的 value 缩水比 ETH 还要快，那么它就会从 ETH 这里拿一些 token 出来补进去 SLP 这里。所以当你从这里拿出来补进去 SLP 之后，然后 SLP 又跌比 ETH 还要快的时候，那么你亏的 value 就会亏更多。我自己明白的道理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例子。这一次呢 SLP 和 ETH 的价钱我们放一样，可是这里我们假设 ETH 没有跌，只有 SLP 一个跌， SLP 从 0.04 掉到 0.009， 那么这里呢你的 impermanent loss 是 22.56%。 假设你买了12500个 SLP， 然后 0.15 个 ETH， 你本来有1000美金，你现在剩下600美金，你亏了400美金，因为 SLP 掉。那么如果你是 provide liquidity 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从 ETH 这里抽出了 0.08 个 ETH 放进去 SLP 里面，然后你总共亏了大概530美金左右，所以你 provide liquidity 会亏比没有 provide liquidity 来的更多咯。OK， 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两个token的价钱都上升的话会怎么样？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SLP 从 0.04 上到 0.1， OK， 然后 ETH 从3250上到4000， OK， 那么也就是说 SLP 总共上了 2.5 倍， OK， 然后 ETH 上了1.23 倍啊，差不多 OK。 那么很奇怪的是，就算两个token都上升了，怎么我们还是看到有 impermanent loss 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没有 provide liquidity 的话，我们会赚865美金 OK， 因为原本我们放500 1000美金 OK， 这个是我们原本token的数量。那么如果我们 provide liquidity 的话，会发生什么事？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 SLP 它上到比 ETH 还要多 OK， 那个倍数，也就是说 ETH 的 value 比 SLP 低。 Provide liquidity 是讲 balance 的嘛，所以它必须要补那个差距，所以变成它会从 SLP 这里拿出一些token来补 ETH 的那个 value 的不足，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 SLP 的token 变少，然后 ETH 的token 变多。然后因为原本 SLP 的价钱就上得比较高，可是现在被拿出来了，所以你的 value 就会降低咯。所以拿出来的时候，你是比没有 provide liquidity 的 USD value 还要少的。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乱，可是那个 concept 就是大概这样子啊。如果你们任何人有更好的解释的话，那么就欢迎你们到我们的 comment section 那边去留言啊。那么这里我就会用1000个 SLP 来做示范了。我是不清楚这里可以拿到多少个 RON 啊，可能过了1个礼拜过后再 update 一下咯，就是我们大概可以拿 claim 多少个 RON。 OK， so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你的 SLP 或者你的其他的 currency 分成一半，你要把一半换成 Wrapped Ethereum。 OK， so 这里我就 set 成500了，我会把36美金分成18了 OK， 所以我就 click 刷，我就 confirm 刷，我就让它 confirm 咯，那就叫 confirm。 所以你会发现到做这些东西都需要到 transaction 的，可以 confirm 它。所以你会发现到就是 RON 以后会多么的重要，你做任何东西任何刷屏啊全部都需要用到 RON。OK，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了500个 SLP， 然后有 0.0058 个 Red Ethereum。接下来你要做的呢是去 farm， 然后你要去这里，然后你要 get 那个 LP token， 就是 liquidity provider 的 token 啦。OK， 所以这里就是你要 add liquidity， 放 max， 还不够 ETH。那么如果出这种情况，你就去另外一个 token unmax 就好。OK， 然后就按 supply， 然后就 confirm supply。这里又需要一个 transaction confirm， 然后就等。OK， 搞定。所以这里你就会拿到你的 LP token 咯。OK， 这个就是你的 LP token。那么接下来你就回去 farm 这里，然后你就 approve。又需要一个 transaction，OK， confirm 它。OK， so 你可以看到这里 approve 了，然后你就可以按 stake。OK， 你就放多少，直接放到完了，我就按 stake 啊。又要 approve 咯，再 confirm 它，然后继续等。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 stake 了，然后等你觉得你收购 RON 了，这里你就可以按 claim 了。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就是你的 statistics 的话，你就可以去这里 analytics， 然后你就来 account， 然后你就放你的 Ronin wallet 的 address， 然后你就选 load。然后你就可以看咯，你可以看你现在你放了多少钱，说我放了36美金差不多啊，然后你就可以看这里你赚了多少咯，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来讲一下风险哦。这3个选择呢，其实风险都很高，因为毕竟它们都是 cryptocurrency， 它们都是上下起伏的。但是这里风险里最高的应该就是 SLP 了，因为它的产量无上限。然后它的价格是这3个里面最容易摇摆不定的，所以你要有些准备，就是要面对 impermanent loss 哦。最后呢，就是要记得在今年的12月31号过后，你就不能再farm RON 了，过后你就只能在市场上从别的玩家手上做买卖哦。然后我是不确定 RON 以后的走向会怎么样啊，不过看他们是讲到好像很厉害这样啊，就是他们想要扩大 Ronin 这个系统，然后那些以后会在 Ronin Network 上面或者 Builder Program 啊，做 Game 啊，做 App 的人啊，以后他们都会得到 RON 作为报酬哦。然后这里我就顺便提一下，就是以后如果用 RON 的话，那么你的 transaction 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只能 limit 在100个 transaction 以内。还有就是如果你以后有很多 scholar 啊 let's say， 那么你就可以去这个叫 Scatter App 的一个 Web App， 然后你就可以选你要 distribute 的 token， 然后你可以一口气就是 send 给多个 account 咯。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或者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来，还有那些想了解怎样得到我们和 BW World 的 giveaway 的，也欢迎你们加入， link 会在 description 里面。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点个赞、订阅还有 share 出去，拜拜。